熊宝宝睡觉时不慎滚下了山坡，与妈妈彻底走散。孤身一雄的他在森林中跌跌撞撞，正试图寻找回家的路，却意外遭遇猎人的追击。队长伊万手中紧握着猎枪，眼神冷峻而专业，他的身后跟着几个手下和几只猎狗。伊万瞄准猎物正要开枪，女儿达莎却不小心跑到了枪口前，让小熊躲过一击。小熊仓皇地逃到悬崖边，伊万示意众人保持安静，自己则拿着捕兽网缓缓靠近。看着逐步逼近的人类，小熊惊慌后退，脚下一滑，不慎踩落一块巨石，随即坠入湍急的河流中。他随着激流一路冲下，直到被冲到一处浅滩，才艰难地爬上岸边。小熊朝着远方吼叫，仿佛正在呼唤妈妈。第二天，正在送货的飞行员斯拉瓦突然听到机舱里传来一声野兽的低吼。斯拉瓦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直到他转过头，看到了这辈子最不可思议的一幕：一只棕熊幼崽正蜷缩在后面，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斯拉瓦吓得迅速找个地方降落，得知机舱里有头熊，老板立刻叫来伊万，也就是电影开头的猎人，指派他去处理这头突然闯入飞机的熊崽。伊万带着猎枪靠近飞机，斯拉瓦小心翼翼地打开机舱门，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小熊竟不见了踪影。夜晚，斯拉瓦的爱犬帕尔玛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声响，他竖起耳朵，悄悄循声前去查看。借着微弱的月光，他看见一头小熊正蹲在角落里偷偷翻找食物。帕尔玛一时警觉，却没有叫出声，而他迅速转身跑回屋内。不一会儿，他叼着自己的食物重新走了出来，轻轻放在小熊身边。小熊感受到了善意的信号，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开始大口吃了起来。第二天一早，斯拉瓦在屋内做饭，他像往常一样随手把一块食物扔给帕尔玛，完全没有意识到接过食物的早已不是他熟悉的那只狗，那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熊，这是昨晚被帕尔玛悄悄收留的新朋友。帕尔玛，人们围聚在一起，讨论着这只迷路的小熊。在这片严酷的西伯利亚林地中，像他这样失去母亲的幼崽，在野外的生存率不到 20%。西伯利亚的冬天即将来临，气温会降到零下40度。没有母亲教导的小熊几乎不可能找到足够的食物度过冬眠期。这时，斯拉瓦的儿子克利亚站了出来，想要收留小熊。父亲反驳，他们这不是动物园，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照顾一头熊。所以斯拉瓦来找伊万帮忙，因为他有个猎场。Я по поводу диких животных. Что хотели? Вы медведю себя держите? 伊万的女儿达莎前来负责运送，克利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质疑达莎及其背后的机构是否可靠，担心熊会被带走反而受到伤害，甚至怀疑他们是盗猎者。双方情绪逐渐升温，甚至一度剑拔弩张。争论中，达莎突然指出一个被忽略的细节：小熊的耳朵已经发炎，需要及时滴药治疗。他讽刺道，某些人自称关心动物，却连最基本的观察都没有做到。耳部感染对小熊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因为熊的听力异常敏锐，它们的耳朵可以独立转动，就像雷达天线一样定位声远。在野外听力受损意味着无法及时发现捕食者。有趣的是，熊是少数能够直立行走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它们的后腿骨骼结构与人类相似，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民间传说中，熊被赋予了类人的特征。北美原住民甚至认为熊是人类的远亲。斯拉瓦觉得小熊和自己待在一起比较有安全感，决定等小熊的耳朵好了再给它送走。所以父子俩开始着手为小熊准备栖身之所，并给小熊起名曼苏尔。在西伯利亚萨满教传统中，熊被视为森林的守护神，拥有沟通天地的能力。给熊起名是一种古老的仪式，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契约。帕尔玛与曼苏尔的友谊展示了自然界最神奇的现象之一。科学研究发现，狗能分泌一种叫催产物的荷尔蒙，这种物质也被称为爱的激素，能够促进不同物种之间的情感联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曼苏尔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这天，斯拉瓦接到了电话通知，他被要求携带证件，在2天后的早上9点准时到部里报到。虽然不是被正式调回工作岗位，但他被选入一项国际飞行员交流项目，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为期1年的任务。斯拉瓦激动地感谢上司时，下一秒却被告知这次调令家人不能同行。斯拉瓦显得为难而急切，最终在上司的压力下，斯拉瓦同意了。下午，斯拉瓦亲自准备了一桌晚餐，邀请家人围坐。主人有些意外，毕竟在这个家里，担任亲手做饭往往预示着有什么事要说。在一边调侃与半真半假的担忧中，斯拉瓦终于坦白了。他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话，自己即将被调回民航体系，将前往国外直飞。消息一出，餐桌瞬间沸腾，所有人都为他感到高兴。这次满心憧憬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时，斯拉瓦却低声说我明天就走，而家人暂时不能同行。气氛突然凝固，尽管他尽力掩饰他眼神中的无奈早已出卖的内心。家人决定要去捷克斯洛伐克。斯拉瓦知道必须妥善安排好家里的事情，首当其冲的就是曼苏尔的去向问题。斯拉瓦联系了伊万，请他来接手曼苏尔。小熊似乎意识到了即将与家人分别，眼神中充满了不安与留恋。他用力抱住了斯拉瓦的腿，迟迟不愿松开。
伊万接着道：“熊会被先送往狩猎管理局进行过渡安置，等情况稳定后再转交到动物园。”流程听上去合理而冷静，但现场的气氛却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告别而变得沉重。站在一旁的科利亚低声对父亲说：“或许这样对小熊来说才是最好的安排。”他努力说服自己接受这个决定，也希望身边的大人们能不再挣扎。帕尔玛也对曼苏尔十分不舍，对他来说，这只曾误闯家门的小熊早已经是自己认定的家人。第二天，拉斯瓦正在和家人告别时，意外得知伊万正打算将曼苏尔送往马戏团。这个消息如一颗炸弹，让拉斯瓦和家人顿时慌了神。拉斯瓦和家人迅速赶往车站，可等他们赶到时，却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列车即将出发，而就在众人焦急无措之际，帕尔玛却趁机钻上了货车车厢，父子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列车缓缓启动，载着曼苏尔和帕尔玛一同驶向远方。与此同时，火车车厢内，两个男人在玩棋盘游戏，一旁的笼子中，小熊曼苏尔发出低吼的咆哮。突然，他们听到了狗叫声，一个男人起身查看，可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狗。藏在角落的帕尔玛突然钻出，引发了混乱。帕尔玛冲破控制，用嘴打开了笼子。两个男人见状，打开车厢门，直接跳车跑路了。而曼苏尔与帕尔玛则毫不迟疑，一同跃下列车，冲向了茫茫林野。斯拉瓦找到伊万算账，伊万抱怨自己好心帮忙，如今却被闯进家门当中训斥，使得斯拉瓦既不懂规矩，也不懂感恩。斯拉瓦意识到在这里争吵没有意义，当务之急是找到帕尔玛和曼苏尔。他警告伊万，如果那两个小生命出了什么事，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对方显然并不在意。斯拉瓦回到家，准备出发进山搜索，家庭内部却因为是否全员通行再度起了争执。斯拉瓦坚持自己一个人去找，但家人们显然不打算让他独自承担。就在这时，前同事听到消息赶了过来，他接到上级电话说孩子丢了，但很快真相水落石出，搞错的根本不是孩子，而是动物。帕尔玛和曼苏尔才是真正的走失者。得知真相后，前同事还得决定帮忙，他亲身问父亲伊万：曼苏尔真的能在野外活下来吗？伊万不解地质问他，为何给一只野兽取名字？在他眼里，动物是动物，不该被赋予人的情感。而达莎则沉默地站在原地，眼神复杂。伊万提醒达莎不要对一头野兽抱有太多感情，他坚称曼苏尔始终是野生动物，他不会理解人类的名字，也不需要同情。一旦开始用人的方式对待野兽，就容易误以为他是可以亲近的，进而放松警惕。而那一刻正是他伤人的时机。达莎低声应下，情绪却难以平复。随着众人步入森林，搜救正式开始。清晨的西伯利亚原野森林被薄雾笼罩着，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针叶林带，占地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鸟鸣声此起彼伏，其中最特别的是西伯利亚山雀的叫声。这种鸟能在零下60度的极寒中生存，它们的羽毛结构比北极熊的毛发还要保暖。众人呼喊着帕尔玛的名字，也能陡峭的山坡小心前行。前同事告诉大家，在斜坡超过30度的地方要缓步而行，还开始讲述自己曾在阿尔泰跟随萨满修行的奇遇经历。他只能在那里生活了3个月，从一位萨满身上学会了用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虽然斯拉瓦半信半疑地打趣他是不是跟着敲鼓跳舞，但热尼亚只是微笑，似乎相信自己已掌握了一种超越常识的智慧。很快，众人在林中发现了帕尔玛和曼苏尔的足迹，大家激动不已，顺着痕迹一路追踪，希望能尽快找到他们。而此时在林中流浪的一熊一狗被一头狼盯上，帕尔玛警觉地挡在曼苏尔身前，几张对峙一触即发。危急时刻，护林员急着赶到，开枪吓跑了狼，成功救下了帕尔玛和曼苏尔。他将这对特殊的伙伴带回了自己的小木屋，暂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处。护理员看着帕尔玛，他回忆起自己曾经养过一条狗格雷塔，也是在与野兽搏斗中丧命。如今看到帕尔玛，他忍不住感慨，你怎么和他这么像？他试探地问帕尔玛，要不我就教你格雷塔吧。至于曼苏尔，他打算将小熊交给伊万，让他决定熊的去向。与此同时，斯拉瓦的父亲正在和热尼亚针锋相对，他质问这个自称懂原始猎法的家伙，到底打算怎么在辽阔的林中找到一熊一狗。而热尼亚则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他正在用北美印第安人奥塔瓦族的猎法追踪目标。这番说辞把大家都听愣了。斯拉瓦的父亲更是直言质疑，你到底哪年去过奥塔瓦？脑子是不是被冻坏了？但热尼亚却毫不动摇，坚定自己如今比以往更清醒。他继续讲述奥塔瓦族猎人如何在林中即便感知就能判断出方圆数公里内的动物种类与位置，还能精准锁定猎物藏匿的方向。众人半信半疑，却别无他法，只能继续跟着这位心灵导师穿行在浩瀚的林野之间。接着热尼亚突然停下了脚步，警告众人不能再继续前进了。他自信地宣称雨就要来了，甚至可能伴有冰雹。面对众人的质疑，他表示自己不是推测，而是感受到的，就像古人一样。话音未落，天空便传来一声闷雷，印证了他所言。众人连忙躲到树下，披上雨衣，狼狈地在林中搭起简陋的遮雨棚。
西伯利亚的暴雨特别危险，由于永久冻土层的存在，雨水无法快速渗透，容易形成山洪。每年夏季，西伯利亚都会发生数十起因暴雨而引发的事故。帕尔玛为了脱困，奋力从窗户一跃而下，所有绕回屋内，从里面把门打开。一行狱狗再次默契联手，成功逃脱。雨过天晴，众人继续追寻足迹，却没走多久，就被一整片嗡嗡作响的蜂群拦住了去路。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热尼亚。热尼亚沉思片刻，表情凝重地宣布跑。众人拔腿狂奔，钻入密林之中，使得有惊无险地躲过蜂群的攻击。而独自跑到林中寻找帕尔玛的达莎，瞬间找到了一雄一狗。然而帕尔玛并未停留，而他低声示意达莎跟着他前行。在他的引导下，达莎被带到了一头受伤的狼面前。那头狼的腿被捕兽夹死死夹住，伤势严重。达莎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父亲一直告诫他，野兽不能心软，他们随时可能反咬一口。他原本准备转身离开，却在帕尔玛哀切的目光中停下了脚步。那一瞬间，他动摇了，最终他选择放下恐惧，走向那头受伤的狼。他小心翼翼地解开捕兽夹，用随身携带的布条为他简单包扎了伤口。正在此时，那边护林员持枪赶到，当他得知眼前的女孩是伊万的女儿时，缓缓放下了枪。他告诉达莎，如果不是因为他早就击毙了这头狼，因为那是他深爱的猎犬格雷塔的死因。他始终相信是这头狼将他咬死的。Почему вы решили, что это он? Он зверь, дочка. Они все одинаковые. Неправда. Они разные, как и люди. 达达将曼苏尔和帕尔玛带回狩猎场。伊万见状，再得将曼苏尔关押起来。达达请求父亲放过曼苏尔，因为这只小熊并不是野兽，而是生活在科利亚家的家人。然而伊万丝毫不为所动，眼看小熊即将陷入危险，达达打开了关押帕尔玛的牢笼。帕尔玛迅速冲出。不久后，帕尔玛独自现身在斯拉瓦等的面前，家人们喜极而泣，纷纷围拢过来拥抱他。但大家也意识到曼苏尔并不在身边。帕尔玛焦急地来回走动，似乎试图带他们前往小熊被关押的地方。众人在帕尔玛的引导下来到了伊万的地盘。Что это за место? Плохо дело. Из собак на дикого зверя притравливают, Коля. Чтобы они не боялись и быстро след брали на охоте. Вон, видишь, столб в центре. Ага. К нему приковывают зверя. Собак выпускают и... Жень, мы поняли. Собрались, не спим! Фролов. 这里面关押着各种野生动物，然而很快他们的行踪就被伊万等人发现。伊万将他们控制起来后，将曼苏尔绑在树桩上。Мужики, сегодня Вячеслав Юрьевич к нам пришел на притравку посмотреть. Фролов, отпусти медведя, он ребенок еще! Пап, ну пожалуйста, отпусти! 热尼亚见状，却都将所有关押的动物全部放了出来。却在此时，一头雌熊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它并没有攻击，而是静静地望着曼苏尔。大家很快明白了，这是曼苏尔的母亲。斯拉瓦将锁链解开，小熊缓缓走向母亲，最终扑进她的怀里。然而伊万不肯善罢甘休，他举枪想要开火，大家拼命出声去阻拦他。他哭喊地告诉父亲，那并不是咬死母亲的那只熊，他只是把仇恨投入到每一只野兽身上。他痛苦地说出压抑多年的话，母亲已经回不来了，他需要父亲，而不是一个现在复仇中的陌生人。最终伊万缓缓放下了枪，但突发的火灾打断了这一切，浓烟迅速蔓延，火光映红了天边，众人开始仓皇逃跑。伊万却不顾危险冲进火场灭火，大家焦急地想要救父亲，但火势太大，他根本无法靠近。就在他千钧一发之际，斯拉瓦冲了进去，追着伊万逃离。在斯拉瓦的帮助下，伊万终于获救。两个原本对立的男人在这一刻成了生死之交。伊万看着斯拉瓦，眼中第一次露出了真诚的感激。火势最终被扑灭了，虽然训练场被烧毁了大半，但所有人都安全撤离了。曼苏尔在将斯拉瓦一家和帕尔玛告别后，和他的母亲消失在了森林深处。回家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但斯拉瓦知道他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机会还在等着他。而经历了这次事件后，他对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有了新的认识。当全家人都为他的出发做准备时，斯拉瓦突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不去捷克斯洛伐克了。所有人都愣住了，气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科利亚惊讶地看着父亲，拉斯瓦平静地接着说，经过这段时间的经历，他明白的家人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比和家人在一起更重要。整个故事最终传达了一个深刻的生态学真理：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真正的智慧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就像帕尔玛教会曼苏尔生存技能一样。每个物种都在这个星球的大家庭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